嗨，大家好。骑行呢，早就已经成了常态啊，习惯性的一个运动，骑了有4-5个月以上了吧。每天保持这样一种骑行的状态啊，对身体来讲，真的自己感觉是有了一种跟我这个年纪好像不是很相符的力量感和耐力啊。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了像刚刚开始骑行的时候那种气喘吁吁啊。经常在村里骑行温村很大，有很多上坡下坡的地方当然尤其是上坡的时候，现在呢明显的已经不对那些需要上的坡发怵除了有时候呢这个轮胎好多天没有打气可能少了一些气之外起伏的一般的坡上起来都不怎么费力。不但是我自己主观的一种感受或者一种感觉，自己肌肉的张力好像变得更紧实，变得更有力从我的苹果手表的监测，尤其是对那个心率的监测呢，也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在骑行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心跳的幅度最高呢能够达到140左右，但是呢稍事休息之后很快的就可以回到60-70。我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我自己的心率从年轻的时候60左右，可能那个时候毕竟比较年轻年轻时候锻炼打下的一些底子吧。但是有一段时间呢，心率经常会跑到80甚至更多，同时呢也伴随着血压有点达到临界点。当然以我们这样的年龄，我的血压还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区间但是呢有这种苗头，虽然呢也注意一些饮食但是呢并不怎么管用。通过平时那种慢走休闲式的慢走呢，并不能带来自己健康指标的转好，所以一度呢也感觉有些无奈但是自从骑行了这几个月以后我个人感觉这些指标实际上在变好。再加上呢前段时间去做的体检体检的各项化验的指标呢也都是有好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所谓的三高等等的这些指标吧，都是跟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是密切有关如果长期的这些指标得不到纠正，一直维持在一种偏高异常的情况底下呢，那就说明这些基础疾病或者人的健康的基础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虽然说呢，现实来讲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抗得过衰老，也不可能远离死亡，并且呢，每个人的寿命也各不相同，甚至呢说的极端一点，人并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长寿，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理念，个人是不认同。仅仅活着呢，意义并不大，健康的活着，享受生活更为重要。虽然说大家对于生活的理念这个态度可能也各不相同吧。有些人呢追求富裕，希望自己呢能够用钱去买来更多的幸福这个里面当然也包括衣食住行，样样呢都比别人高消费。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不管他是主观的愿望还是客观的现实，都没有必要把这种优渥的生活，也就是用金钱推高的这种消费把它当成一个享受生活的最重要的元素即使人活到这个年纪或者人生的目标，它的终点在哪里？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活明白了。这个当然对于自身的一种能力有没有在这一辈子里面发挥出自己所能，那我觉得呢，这个已经是相当的一种成就
我想一个人如果说他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最后呢能够保持在一个他自己的能力的高度啊，我相信呢他就是一个成功人士。而另外一些人呢，他超越了自己的这种能力，特别是他在思想上动了很多的歪脑筋，通过巧取豪夺别人的资源或者别人的成果，站在别人的肩上，成就自己自私的那种所谓的成功啊。我不知道啊，这样的人他自己会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一些谴责而引起不安啊？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啊。相信那些贪婪的人是不会为他们的贪婪感到有一丝的愧疚啊。但是呢，就大部分人而言，即便是你偶然做错了事，损害了别人的利益，你都于心不忍，于心不安。这个呢，就是良知啊，就是人受了教育以后啊，他有一些最基本的内心的底线，就是人的良知。大部分的良知呢，是就在内心存在着，不需要被唤醒，它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但是某一些人他忘了良知，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或者处处呢就是来通过占有人家的资源。那这种人呢，平时就已经缺少了良知啊，需要通过一些特别的手段来唤醒这些人的良知。比方说我们每天在媒体上可以见到的某某贪官、某某伤及无辜的罪犯，他们呢都得到了世人的一致的谴责，受到了法律的惩罚。社会呢就是希望以这样的惩罚性的措施呢来唤醒这些人的良知，希望这些人能够幡然悔改，以后呢有机会重新做人。但是根据我们生活中的这种体验或者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就是受到那些法律制裁的人并没有多少良心发现幡然悔改，而更多的呢是照样我行我素前几天呢看到那个郭美美因为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被判了刑，放出来以后呢变本加厉的走法律的边缘，最后呢第二次被抓，但是呢因为可能罪过不大所以呢前段时间据说又给放出来了。大家拭目以待看看这个走上邪路的小姑娘，她的未来能不能痛改前非呢？还是说存在另外一种可能，过段时间又会为了过他自己认为的美好生活铤而走险呢？随便聊聊这些对于生活的一种态度，或者说呢，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上的人们，他就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主流的、非主流的，而这种价值观呢，其实也引领着自己在生活当中能否过得开心愉快，甚至呢，它也会指导着我们的健康观为了自己的利益，天天996，甚至还有997的在这种巨大的工作的压力这个过程当中，你很难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和精神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也听到很多人说爱拼才会赢其实呢就是一场豪赌，就是自己呢赌在这么长的一种处于高压紧张的状态底下，也只有那极小部分的人呢，他扛住了这个压力他可能天生的这些身体的遗传基因就比较好，或者呢是侥幸身体没有在这种高压下崩盘，在自己的身体出现状况之前功成名就，达到了自己的美好生活的愿望，然后呢自以为成了社会的佼佼者。当然这个社会一向就是盲目的崇尚或者崇拜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并且呢会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的跟随，但是呢其中的大部分人是没有顾及到自己自身的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能让自己健康开心，你就绝不输于任何一个所谓的社会的成功人士。好多天没有在
村里骑行的过程当中跟大家闲聊了啊。其实呢，骑行呢还是每天早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慢聊呢，主要还是一个没有特别的一个话题。虽然呢，我自己本来是想把骑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空余的时间呢，跟大家多分享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理念，尤其是牙科健康保健方面的知识啊。但是呢，就像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的，因为比较困惑于在骑行过程当中的环境的干扰，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收音的录音的效果啊。所以呢，就暂时不得不放弃这样的一种想法，不得不呢就以埋头骑行。首先呢，先满足自己身体的一个需要啊。等以后呢，如果有更好的设备找到更好的方法的时候呢，再来为大家录制更多的有关牙齿健康乃至时尚的话题的分享这样的视频啊。所以今天的骑行呢，也就是没有准备的瞎聊。仅仅呢，也就是给大家报个平安啊，分享一些个人骑行的近况而已。那今天的分享呢，就是以骑行为主，顺便呢闲聊几句。祝大家周末愉快，也谢谢大家一贯的支持和观看。再见，拜拜。